房市保命符，车位被占用，别只会报警。管委会没辙时，这招最有用。先说结论哈，车位被占是个人都不爽，找管委会没用的话，你就直接寄存证信函，这样对方才会怕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房市冷的时候该不该买房，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车位被占了该怎么处理哦。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管委会没辙，尚未搬入，车位惨被占用，他怨感觉很差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位网友他买房子以后就发现说，我的车位怎么常常被同一台车占用，他就去跟管委会讲，管委会很被动啊，只有贴出一张私人车位的公告，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好，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办？先说找警察没有用哦，因为他占用你的车位，很难算是什么窃占嘛，就不会是刑事问题，所以你叫警察来，他顶多就帮你劝诫对方，不能帮你处理这样警察会跟你说这民事责任哦，那肯定会告对方，你要提告吗？之类。首先你要知道，管委会不一定有管理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说这件事情管委会到底能不能管，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咯。因为根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管委会的职责是管理社区的共有部分。好，停车位又有分呢，停车位是你的私有财产，它不是共有部分啊。现在的停车位又有分，一种是你有产权的就是你有车位有土地权状的；另一种约定专用，就是你没有这个车位的土地权状，但是你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很多中古屋都是这种就是你的誊本上直接会写说你车位在 B 级的编号几号，真的就用写的就这样。好，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管委会才会有法律义务去帮你把车位要回来。如果是前者的话，管委会的义务就是在制止与协调，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要劝导，但是也只要做到劝导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新闻，他就是这样做，我就贴个公告就跟你说我有处理但是这个处理有没有用？很明显看起来是没有用的。那最后你要知道你该怎么保护自己。我也来讨论一下说你真的不幸遇到了你要怎么保护自己。首先当然是你要知道法源嘛，你能够依据的是民法第179条，条文太长我就不念了。反正就说这个当事人如果没有因为法律上的原因去损害你的利益的话，你就能够跟他求偿。法律上的原因例如什么我乱讲，这个警察要在停车场抓小偷，所以他临时借用你的停车位埋伏这就属于法律上的原因。但如果是新闻中的自行占用，就属于你可以去告他的范围。好，你要怎么做？第一步搜证。我八卦的时候好好补充，因为这件事情我遇到了好好补充搜证。搜证是细细密密的要去搜证清楚，不是说你看到就立刻报警就会有人帮你全部处理到，不是这样，你要自行搜证，用手机把车牌号跟那个停车位的编号拍清楚，然后你拍照你就这样拍手就这样把那个时间一起拍进去手表上的时间一起拍进去。你说你没有带手表，你不会跟别人借你借一只手机有显示时间的，把它一起拍进去就对了。然后拍停放的位置，连续要拍好几天时间跟频率都要记录下来。你觉得很麻烦，我跟你讲就是这样法律现在就是要你这样，不然的话你那告都告不起来。第二步存证信函，这就看你要不要找律师写存证信函，不会很贵不是说一次都是什么5万6万7万的，不是，你就要写个存证信函而已那个几千块他帮写。那如果在高雄的话，可以问问看，就我配合的律师嘛那这个目的是要让对方怕，不然他都敢占用你的车位，一个皮的人你知道就皮的人不是般诺的这种人，他没有看到律师的名字出现他都不会怕。他不是说怕你怕律师还是怕啥，他是怕麻烦。因为这种北兰人他身上可能有前科对不对？他就觉得干好麻烦那我停你的车位会有律师的问题，那我去停别人的看别人的比较好欺负了我就去停就会变成这样。那内容大概就是占用车位多久几天之内支付使用费，否则依照什么什么法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我跟你讲，存证信函就很有用啦，可以 90% 有用啦。一般人看到存证信函就缩了，我靠，对方玩真的没得讨论好，那因为这件事情从邻居的吵架玩 gay 就变成什么法院上正面对干，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对方会立刻认真看待存证信函。那你可能会问说求偿金额怎么算那这要去参考附近停车场的利率他怎么收费了，1小时多少钱，那跟法院过去的判决，法院过去判决还真的是用附近停车场收费标准的，什么比较好的地段1小时50块就这样算，他停一个晚上你就是照算就是这样，你不要喊太夸张就好
我未看先猜你拿到的金额也不会太多，就是被打完折再打折。重点不是要赚那个钱嘛，我是要拿回我被占用的车位嘛。我的重点在对方知道说，我靠，这真的会出事，他告我了这样他下次再来占用的成本就怎么样，就很高，他就不敢再停就试着要挑软的捏嘛，一捏下去存证限函就来了，你还捏，你继续捏下去写，这个人都去挑旁边更软的来捏，就这样这才是真正的价值。然后记得不能够用一些什么鸟招把他的车拖走然后刺他轮胎什么什么，你这样他破坏人家的车子会被反告毁损所以这就很鸟啊，你是受害者，结果你去刺他轮胎变成后来怎样？后来变成你自己也要吃一条官司你还是很不爽。所以我跟你讲你遇到什么事情你继续咨询继续问律师律师会跟你说啦合法的技法你要弄人家，你先被弄了嘛，你要反击的那个技法是长什么样那今天我们聊了车位被占用时应该怎么应对。我们先讲了为什么管委会跟警察往往无法真正帮你处理问题，而且我进一步讨论说你可以依照哪一个法律法条来保护自己。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直接找律师寄存证信函给他，透过法律途径清楚表明你的立场跟态度，对方看到之后就应该要怕了。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是头铁就要跟你一碰一个，太好了太棒了，你知道你可以赚很多钱，你知道吗那你就硬上，到时候赔钱的都是他，甚至他还要背一条刑事的责任，就看你找的律师够不够力，跟看你对他的生气的程度没有，我就是要弄死他，好，那律师都办法帮你处理，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把这个人解决掉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什么很瞎的占车位的理由吗？A 我老婆要生了， B 我这边下车比较方便， C 之前都可以停了。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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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销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置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因为我遇到了不是我本人啦，是我亲戚他们车位长期被占用。说起来他也没有常常去那间房子只是说每次去巡一下的时候，停到地下停了都有一台车停在那上面。这次就要找我一起去看
我们是要讨论那间房子要怎么处理哦，所以下去就说被你看又是他哦，还在哦，我在车上我听他讲说有一个不知道谁的车就会一直停他们的车位，他一开始以为是工作人员什么的，也就算了哦，自己都已经下地下室了，然后想要工作人员，可能大家都很忙哦，因为附近建材还是很多，他以为是这样，也就算了，就人也很好，就跑去外面停，然后再来都还是那台车，就别送哦。他只是抱怨而已，结果没想到带我去也看到后，那我就帮我亲戚处理嘛，就是这样嘛。不然那个老人家哦，都是大概喝来喝去就喝，你知道哦，就很麻烦啊。还跟我说什么，他要带一个那个三角锥哦来啃，我说卖你啃啊，拍光我要处理看买哦，就这样。结果那个占用车位的人哦也很北蓝，一问哦才知道他陆陆续续，因为你问其他人，人家会有，那不是他车位吗？因为他都这样子停啊，停得如此潇洒自然哦。说这样停已经半年了，是说就是我亲戚也没有常常过去啦，就偶尔去巡一下，也不一定会下地下室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外面临时停车嘛，我们不是都会放那个吗？放那个电话让人家打嘛，他是放他的名片，是一个保险经纪人，那个我有拍照高清，他放的很，我不知道是怕人家知道还是怎么样，就歪歪斜斜的，但是我还是有拍到然后清清楚楚的，我就不在节目上把它展示出来，因为这个也算处理掉。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是就有一张名片放在驾驶座前面嘛，那应该就是车主嘛，就这样，他的名片保险经纪人啊。所以你看那个做保险为什么被人家讨厌？因为就是喜欢干这种事，你知道？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就是他皮野狼啊，然后拍照，然后联系管委会，然后管委会来打电话因为我现场我就打了，我就想说好，等一下我看要怎么告他。帮我亲戚告他，然后我打他没接，我们还好没接不然我直接跟他对上哪那么简单。然后那个管委会就下来就联系，他们有联系上然后说回来移车要30分钟，你听了你会不会生气？你听了会不会堵拦？你占了我的车位，现在你把车开走，你不要停，结果我要等你等你30分钟，说他来开会，林老师，我们回来就不是要开会的好。那我们就其实也没有直接来硬的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也很懒得去处理这种问题，就是我下次我亲戚来说有车位可以这样就好了就没事了就说好，那我们都已经拍照存证然后都有详细的时间记，我请他转告的如果下次再发生你再停我们的车位再度抓到的话，我们就直接提告然后管委会的人他们说有清楚的转述我的诉求，他们也不爽你知道，因为他们查来查去说什么？说那个人好像根本不是住户，我靠，怎么那么敢啊？这个人怎么敢啊？就看旁边有个大楼，然后车位好像长期空着的，就给他开下去，然后在那边停，怎么那么敢啊？然后后来查一查又说什么？他在这里有房子，可是他不住这的话，乱七八糟，所以管委会觉得很瞎啦，怎么那么鸟蛋的人反正就这样，他却义愤填膺就是跟我一起生气这样，他就说怎么会这种人他说好转告他，如果他再来停你就告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好，然后我来说明一下这个车位被占用时常会发生，这东西到底是要怎么处理？这处理是有深度的，像我刚刚那样子叫做轻轻放下，真的就要轻轻放下，只是警告他而已我没让他赔钱也没干嘛只要他知道说你下次再来停你好歹你就不要让我抓到，那接下来就是付出代价我想下次他应该不会再继续去停如果他还继续去停，我们就是遇到了那种皮的要死的那种保险经纪人那种满嘴话术点满的那我们要怎么处理来，我告诉你就是很凶的做法咯如果再被我发现我们也不会留情，那律师会要花就来花，我就帮我亲戚出都没差就是要弄他。好，因为那个亲戚好人就是不要紧不要紧大家都没赢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停一次两次算了，说半年了然后过去半年他来，他每次都没地方停，他就去外面找，你知道很鸟蛋。好，那这东西是这样很多朋友遇到车位被临停，第一件事情打电话报警，可是你知道吗？警察是不能随便帮你拖车的，他就是不行因为你的车位属于你私人的土地属于你私人的土地，它就已经不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管辖的公有道路比方说你把车子停在那个医院门口，然后阻挡了，那你一定会被拖，那公有的地方，今天这是你的车位上的那个土地，它不是公有道路，警察来了只能干嘛？只能帮你查车主电话，叫对方移车，就是警察打给他的电话，接了他应该要会怕这样。那如果对方死不移车，或是又出现了我刚刚那个很鸟蛋的情形，叫做
好好好，马上马上，可是我在开会，再等我1个小时，你要不要等？北兰就这样。好，那可以告他什么？来，那个民事不当得利，民法179条，我们可以说他在停我车位的这段期间之内没有付租金，好，那要补给我。好，那再来是民事侵权行为，民法第184条，赔偿因为我没车位停，我要去外面停所造成的我自己产生的停车费的价差跟我时间上的损失，那就是算说我收入多少钱，有报税的收入多少钱，然后折算到我在外面去绕什么的，然后再来那个就凶了，刑事的侵入建筑物，刑法第306条，刑法第306条，这是最凶的。但是你要告成这一条也不简单，还有很多前面的要件要成立，但是你就告嘛，这是要背前科的呢，所以这一定会，你自己想看，有一个北兰人，然后他就去停个车位，停到身上背一条刑事，不是很奇怪吗？但凡有点智商，不会去干这种事，对不起，就要赶快处理了嘛。好，侵入建筑物，然后还有刑事，还有窃占，刑法第320条。这个就要看法官怎么判，你可以告他，但是看法官怎么判，就是说认定他把你的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他侵入你的地方，好，那你要让他痛到爆就是刑事了，因为民事都还能和解，都还能干嘛，那刑事前科是最痛的，只要让他背了一条刑事以后，他以后什么找工作，出国，签证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远远比赔几千块还让他痛苦非常的多。而且你告他刑事，你之后你车就停在那里，你说可是我之后我车停在那里，会不会看到我车停在那不爽，他去刺我轮胎，他试试看，他就因为乱停车，你就把他搞成这样了，然后他就破坏你的车，所以你放心，之后你就是无敌的，然后地下室的监视器随时都，反正就不，你要犯罪，你也要考量所谓犯罪的成本嘛，这成本就过大，那你应该就不需要继续去担心侵入住宅，然后窃占，窃占是这样蛮麻烦的，窃占要求对方有排除他人使用这个要件，这个会成立，因为车位就一格而已，然后就被他的车停了，我的车就不能停了，所以他已经排除了其他人的使用，而且他建立自己的支配力的意图，建立自己支配力是什么意思？反正我就要停可是我出国了，我之后再移车，我也没有不答应你这就看法官怎么这样有没有他支配这个车位的意图就这样。如果他只是停1-2天，法官都会认为这是民事纠纷。如果他长期霸占，像那个半年过去半年，然后你给他留纸条你给他打电话，你给他发律师函你给他存证信函都上然后你该拍照的通通都有拍，他还是继续停，这时候就展现了什么？就展现他就是把这个车位当成他自己用的恶意那此时这个窃占才会成立好。那反正民事就是求偿就对了啦我会分享2个真实法院的判例，真的有你觉得我亲戚是全台湾第一个被人家乱停车位的不是嘛？全台湾第几百万个了，对不对好，那真实法院的判例豪宅管委会是这样，就是台中有一个案件，社区规定说占用他人车位或公共空间的话，每小时罚金1万，这是写到管委会里头的写到管委会，这是写好玩，对不对？也真的不会有人去犯这个，可是管委会就把它写出来你看豪宅的管理果然不一样，有高人啊，不会有人踩到这条，但是我们就写写完了以后有个住户长期乱停就是乱停，好，就可以按照管委会的条例去判赔，他赔了125万，乱停车赔125万，屌吧？就是这样好，那再来是案例 B 是锁车案就是抖音不是乱教，有人停你的那个车位，你就要怎样？你就要去刺他轮胎，你就要去上锁，你就要去买一瓶什么很臭的东西，从那前面这样给它倒下去然后你就要拿个什么东西塞到它的排气管，不能干这种事情。抖音就 OVG 就是这是判例法院的判决有人车位长期被占，然后气到拿大锁把对方的轮胎锁起来，结果对方反告强制被反告被反杀什么东西就很看法官有些法官认为锁车是保护产权但有些法官居然是这样的判，就说你限制了人家开车的自由，所以法官不是说都是恐龙，而是就事论事，你知道，就是这是2回事，人家停你的车位这是一回事，你去锁人家的车这是另一回事，这是本来就分开看，他会得到他相应的处罚，在 A 事件。可是在 B 事件你去给他说这是你的问题，然后是拆开来看，只是说媒体报道出来说我靠这个法官怎么这样判，
不是这样，就是两回事，所以不要去干这种事情，吃人家轮胎然后锁人家车之类的，千万不要。我们是要告他，不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被告哦。锁车、刺轮胎、挡车这种事情风险太高，你就不要去做。还有人会拿那个什么铁链哦，把它扣起来，反正就让他开不走哦。他真的要用车的时候，他开不走，想说没有啊，这是我的车位，我想怎样就怎样，是你自己乱停，你现在出不去，你怪我咯，到时候会被反告强制。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哦。好，总之这种车位这种事情哦，目前台湾法律哦就有 SOP 哦，有 SOP 可以处理。你要全方位的搜证，而且你证据要多，证据要准，时间跨度要长，很烦哦，就是这样。我要告个人，我要准备一大堆资料，这都是为了要在法庭上，你每一个证据都是有效的，而不是说哦没有他长期占有车位，然后停多久，什么时候你都讲不出来。反正我就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都没车位停啊，多久嘛，啊几号到几号嘛，哦，所以你就去收集清楚这个东西。再来就是报警，要求制作笔录，哦。那警察没办法拖车啦，但是我们是要那个警方处理记录啦，哦，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你已经有请对方移车，他就不鸟你哦啊，而且有记录到警方那边，然后再来是存证信函，哦，限24小时之内移车，否则将以每小时1000元哦去计算损害赔偿，并依法追究刑事窃占与侵入，反正就这样。然后怎么样？发存证信函哦，然后夹在车窗上什么的，通通都要做。为什么？这是要切断对方的后路，不要让他在法庭上害怕装傻说哦我不知道，我以为可以停呢。不是，存证信函给你了，然后是你不接我电话，我电话也打过去了哦，然后存证信函你再跟我说你没收到，我车子上也夹了哦，就是这样，尽可能的确保说他就是有收到，他就是故意自己去停，然后最后就是申请支付命令，反正就这样子搞哦，然后直接去跟，通常这时候和解都来不及，我跟你讲哦，然后。你看哦，我们大动干哥准备走到说哦，提起刑事告诉，并且附带民事赔偿。那个存证信函限他24小时之内把车移走，否则结果他就移了，我靠，那后面也没得玩，就是这样啊。可是你看，你已经麻烦那么久了哦，宁愿他继续头铁下去，对不对？这后面才是一场大戏啊！不能锁车哦，不要锁车，然后不要挡车哦，那不要让人家开不走就对，这样变成你在限制他。还有不能泼漆，不要搞这种会让你自己变成被人家告毁损罪的东西哈。不然你先问律师嘛。我跟你讲，律师处理这种鸟蛋事情，就是也不想处理，但是这个车位被占用，这是有 SOP 的，这是有 SOP 的。可能你要帮我配合啦，配合拍照或什么，总不会你请个律师，然后律师都派助理哦，天天到你家去蹲点去拍那个，没办法啦哈。那你自己配合一下，这都是有 SOP 的。而且这个下手之重哦，是直接要人家背刑事的。所以都 SOP， 你真的遇到有问题啊，你就找我配合的嘛，我广告的那个高雄律师嘛，都有解法哦，都有解法。生气是一回事哈，但是不要让那个冲昏头脑，看到就给他车窗给他砸破，就换你有事，不要，你就是收证，然后准备提高文明一点哦，那让对方受到的伤害会更加恐怖哦，我们就做这种事情就好。你要告这种长期占用车位的这种烂人哦，靠的不是什么砸他车窗啦，他巴不得你砸，你知道？他自己说保险经纪人，他就知法才敢玩法，你知道？我们要靠的就是持续且精密、精准的记录，好来让他到时候在法庭上根本抽不了身，就是这样。结果现在果然不停了，你看完全没办法继续下一步，我多希望他继续停，然后就跟我来硬了，太好了哦，那我就真的可以拍一集 demo 哦，长期记录，到时候看怎么去把这种长期占用车位的恶霸把他赶走，怎么样？完全不需要害怕，完全不需要害怕，就是请律师。这个占用一个车位，他为了这件事，律师你好，我想要占用人家的车位哦，那我想要请你帮我规划一下，看我怎么占用车位哦，然后帮我打个关，无聊，就这样。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